小腹突出是内脏脂肪超标警讯，教您如何打击腹部脂肪。无论你的腹部有多平坦，总会有一层脂肪，但如果脂肪太多，你可能会开玩笑说你看起来像戴着游泳圈。腹部脂肪不仅包括皮下脂肪，还包括肝脏、小肠和大肠等器官周围的脂肪，我们称之为内脏脂肪。内脏脂肪是需要用来缓冲器官的，但这个缓冲不应该太厚。作为一个健康指标，腹部脂肪与其他地方的脂肪不同，腹部脂肪多和腰围宽与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痴呆症和癌症，尤其是乳腺癌和结肠癌的发生就愈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少了腹部那层游泳圈，不仅是看起来好看，而是真的能让人更长寿。梨还是苹果？要理解这一点，最好是区分梨形体型和苹果型体型。苹果型意味着大部分的脂肪在腹部，而梨形意味着大部分的脂肪在臀部和大腿。女性可能会感叹自己是梨形身材，因此年轻时不适合穿裤子。但众所周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在更年期之后，他们的腹部往往会增加越来越多的脂肪。在男性中，中年时可能会出现带有啤酒肚的苹果型身体。通常情况下，体重是由身体质量指数 BMI 决定的。见文章以此了解 BMI、 体脂、基础代谢率和各种基本身体指数。但由于内脏脂肪对健康很重要，因此除了 BMI 之外，还有必要了解腰围的情况。即使他们的体重在正常的 BMI 范围内，有些人如果在腹部积累了太多的脂肪，那么他们患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就会更高。如果你不确定你的腹部脂肪是太多还是太少，你可能想找一个卷尺测量你的腰围。在台湾，目前认为男性的腰围至少为90厘米，女性为80厘米。苹果型不好吗？苹果型代表腹部脂肪的增加，与我们的总热量摄入、肌肉比例和年龄有关。当我们吃的卡路里超过我们的身体所能使用的，我们就会增加体重。此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肌肉质量减少，脂肪比例增加，这降低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，使我们更难保持健康的体重。当雌性激素缺乏时，脂肪往往会在腹部堆积。而如果你有大量的腹部脂肪，你应该担心脂肪不仅在皮肤下堆积，而且还在腹部深处的器官旁边堆积，即内脏脂肪。苹果形状代表腹部脂肪的增加，这增加了疾病的风险。关键是这种腹部内脏脂肪不只是安静地待在肚子里，而且还产生各种化学分子，干扰身体的内分泌功能。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越多，就越有可能患上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和癌症的原因。当然，内脏脂肪的数量是遗传的，但它也与生活方式有关，特别是活动水平。因此，要减少腹部脂肪，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运动、饮食、睡眠、控制酒精摄入量和减少压力。对付腹部脂肪的方法：多做运动，多做活动。由于腹部脂肪会影响荷尔蒙的分泌，所以你需要运动，以便对荷尔蒙的分泌产生积极影响。运动后肌肉分泌的肌肉激素影响脂肪代谢，促进脂肪分解，特别是增加内脏脂肪的分解。此外，运动还能改变肝脏使用脂肪酸的方式，防止内脏脂肪永远储存。如何抵制腹部脂肪？增加运动和活动。你可能认为减少腹部脂肪的运动意味着移动你的肚子，不，减少腹部脂肪不一定要做核心运动，你不需要每天都做仰卧起坐、单杠或各种核心运动来减少腹部脂肪。如果整体的身体活动足以实现肌肉量和脂肪的减少，通常我们说的运动量要够，代表几乎每天都至少运动30到60分钟左右，其中1星期至少有2天是选择锻炼肌力的阻力训练，以维持住肌肉的质量。而大家不用强求说一定要做运动做到气喘吁吁、累得半死的程度。大多数的研究认为，在运动来说，频率与维持时间长短会比强度来得更重要，所以坚持每天都动个30分钟就是个很好的开始。另外，增加整体活动量也很重要。
多以走路、爬楼梯来取代坐车、坐电梯，也能带来缩减腹部脂肪的好处。低碳水化合物、高纤维，限制碳水化合物，减少加工食品。没有一种特别的饮食可以让你拥有6块腹肌。如果你能全面减肥，如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或168进食的高蛋白饮食，你通常会减肥。研究表明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比低脂肪饮食更有效，但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足够的纤维。每天从豆类、蔬菜、水果和全谷物等原型食物中摄取10克可溶性纤维，将增加腹部饱腹感，有助于减少内脏脂肪。减少含有过多精制糖和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避免含糖饮料。记住，在购买食品前要阅读标签，检查标签上的饱和脂肪和糖的含量，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。对抗腹部脂肪，低碳水化合物、高纤维、少糖、少加工食品。总的来说，每天都要计算卡路里的生活很容易让人感到厌倦，也很容易放弃自己的饮食。然而，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，知道什么对你有害，尽可能避免高糖、高脂、高盐等奇怪的加工食品，并向高纤维、高蛋白的原型食品发展，也会看到效果。获得足够的睡眠。研究表明，每天睡6到7小时的人在5年后的内脏脂肪比每天睡不到5小时的人少。换句话说，获得足够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更好的运作。因此，如果你经常有睡眠问题，如入睡困难、容易醒来、睡眠前等，你应该寻求医疗照顾。